北京时间3月28号的凌晨，全球市场突然进入了避险模式，道指大约跌了800点，原油和黄金快速上冲，加密货币明显承压。很多人以为这只是美股又跌了一次，其实不是。这次背后呢是中东局势升级之后，全球资金在同一时间做出的重新定价。市场现在怕的不只是打仗本身了，而是这3件事儿同时发生。第一，能源供应受冲击；第二，油价重新推高了通胀；第三，美联储降息空间可能会再次被压缩。也就是说呢，昨晚市场并不是在单纯的交易战争，而是在交易战争会不会让油价更贵，油价更贵会不会让美国通胀反弹，通胀反弹会不会让高利率停留更久。那为什么美股首先跌呢？美股跌的不是情绪，而是估值压力。油价一涨，意味着企业的成本会上升，消费压力可能会上升。尤其是市场一旦开始担心通胀回头，美联储就更难快速降息了。而现在呢，美股很多高估值的资产本来就是建立在未来利率会下去的预期之上，所以地缘风险一来，高估值的资产最先被卖掉了。第二，科技股为什么也跌呢？像亚马逊、Meta、英伟达、特斯拉这些公司，它们代表的是市场里风险偏好最高的那一部分资金。一旦市场切换到避险模式，那么资金呢就先会从高波动、高估值的板块里撤出来。美股昨晚的下跌，就是因为风险偏好在一夜之间突然下降了。好，那为什么原油和黄金一起又上涨了呢？原油上涨是因为中东本身是能源心脏地带，只要市场担心冲突扩大，那首先被重估的就是原油，哪怕供应还没有真正的中断，价格也会先反映它的风险溢价。所以油价的上涨呢，不只是供需问题，而是地缘风险再加溢价。那黄金上涨是怎么回事？是因为资金在寻找确定性。黄金是因为在混乱的时候，大家愿意为确定性而付钱。当市场开始担心战争、通胀、利率路径都变得更加不确定的时候，黄金就会重新被追捧。油价涨代表着市场在给风险定价，黄金涨代表着市场在给不确定性定价。那为什么加密货币也在跌？当市场真正进入风险规避的阶段，资金首先抛售的不是最安全的资产，而是波动最大的资产。所以在避险情绪骤然升温的时候，加密货币往往被先当作高风险的仓位砍掉了，而不是被当作避险资产买入。这一次市场真正担心的不是昨晚跌了多少，而是全球资产定价的主线又重新回到了地缘冲突，导致能源价格上升，导致通胀压力加大，导致利率约束加强的这条老路上。你看，俄罗斯政府已经要求从4月1号开始限制汽油出口了，说明现在不只是市场在交易风险，一些国家已经开始进入先保本国供应的政策状态了。那么对普通人来说呢，意味着什么？首先，这不是让你立刻追高黄金的时刻，黄金重新大涨之后，短线波动会更大。普通人最先要做的不是追涨，而是先理解为什么避险资产会重新被市场需要。第二，说明现在全球市场并没有进入高枕无忧的阶段，哪怕美国经济表面上现在还没有崩，但是一旦地缘冲突把油价重新顶起来，通胀压力就会反复，而这呢会影响到股市、债市和汇率的节奏。第三，大家要关注的是主线有没有变。如果未来几周中东局势持续恶化，油价继续维持高位，那么市场核心的矛盾就不再只是增长放缓了，而会重新变成通胀回头、利率难降、风险资产承压。所以这次真的不是美股又跌了一次那么简单，它是在提醒所有人，全球市场的主线正在重新回到那条最老也最麻烦的链条上。中东冲突推升了能源价格，能源价格抬升了通胀预期，通胀预期反过来压制风险资产。市场在用下跌告诉大家，接下来真正难缠的是高油价重新带来的高通胀和高利率。股跌油涨金涨必跌，其实都是同一个答案的不同表现。